观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要给各位观友分享的这套锻炼法可是大有来头，它是由中国著名经络学家、今年高寿97岁的祝总湘老先生所创。你不知道祝总湘是谁？他可是被美国、英国、法国等10余国授予勋章、院士、博士、教授、顾问等称号的人物。祝总湘老先生首创的这套14经脉锻炼法，全球受益人群遍及数10个国家，人人可行且行之有效，不仅能防百病，还能治百病。祝总湘老先生20多年前曾患有严重的胃病和失眠，药物治疗没效果，令他备受困扰。为了解决自己的健康问题，他开始尝试用古老的经络方法在自己身上做实验。令他惊喜不已的是，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他的胃病与失眠都有了明显好转，见效速度出乎意料。这种方法就是他提出的14经脉锻炼法。灵枢经脉中说道，经脉者，所以能决死生，除百病，调虚实，不可不通。人体主要有14条经脉，由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、心包、胃、大肠、小肠、三焦、膀胱、胆、任、都组成。每条经脉上又有很多脏腑、经络气血输入出入的特殊部位，就是穴位。人在天地之间，随时随地都会受到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、外邪的侵扰，或者由于我们自身生活习惯的原因，会在我们经络上形成很多淤堵点，出现痒、酸、麻、肿、胀、痛等症状。因人而异，在人体14条经脉上会出现很多的淤堵点，但是主要有46个易堵塞穴位。只要我们通过简单的按揉、敲打、刮痧、拔罐、艾灸打通这些淤堵点，身体就会健康无忧。下面小关就具体介绍一下14经脉中的重要穴位，观友们可以一边观看一边学习。1. 肺经中的孔最穴、鱼际穴。孔最穴是手太阴肺经的细穴，主治咳血和热病汗不出。比如感冒后家里没有生姜生葱，做不了葱白生姜红糖水，那就按揉孔最穴。跟孔相关部位的问题他都管，比如咽喉肿痛、鼻孔干痒、痔疮。鱼际穴是肺经的营穴，主治身热。你心里有火，夜间咳嗽，睡不好觉，容易在半夜3到5点醒的观友，按揉鱼际穴很管用的。如果你不想按揉穴位，那就拍打肘窝吧。心肺斜锯肘窝，冬天衣服厚，可以用手掌砍或者拳头轻敲。2. 大肠经中的合谷穴，手3里。大肠火重，会出现淤堵，也会有牙痛、便秘、痔疮，甚至耳鸣，还可能有皮肤过敏。因此，如果你出现了上述症状，就可以在大肠经的这一段按揉，如果有疼痛点，就要疏通它。上次有一个观友留言说他牙痛，结果发现手3里这里很痛，他就拼命敲打，结果敲出红痧，牙痛也马上缓解了。3. 胃经中的闭关穴，梁丘穴。看电视时就可以敲打闭关穴，可以起到健脾除湿、强腰腿的作用。梁丘穴是胃经的细穴，疾病找细穴。如果有急性膝关节扭伤、急性因胃炎、肠炎引起的肚子痛，因急性乳腺炎引起的乳房痛，都可以敲打艾灸梁丘穴。4. 脾经中的地基穴、三阴交、公孙穴。小腿内侧胫骨漏骨穴至地基穴容易淤堵，这一段对人体很关键。如果身体有糖尿病、胰腺炎，在这一段都可以找到疼痛点。那么平时你多关注这里，也会起到预防糖尿病和胰腺炎的作用。三阴交、公孙穴都可以健脾胃，其中三阴交是滋阴的大穴。如果你阴虚火旺，
艾灸三阴交就是最佳选择。公孙穴是人体第一温阳大穴，公孙穴加内关穴，主治胃、心、胸的问题。艾灸这2个穴位，对老年人因心阳不足引起的心律过缓、心脏供血不足效果明显。5. 心经中的少海穴及泉穴，随着年岁增加，心脏功能减弱或者肝火增大，腋窝就会痛，特别是爱生气的女性，这里会有一个大包，就是我们说的副乳，因此爱生气的女生多敲打这里，疏肝理气很好。腋窝也是我们说的8虚之一，肝邪聚腋窝，因心火大、睡眠不好的官友，少海穴处会有疼痛点，把疼痛点按揉开，睡眠就好了。6. 小肠经中的天宗穴、后溪穴、肩针穴，这3个穴位很容易淤堵，淤堵后直接的反应就是肩颈痛、手臂后侧痛，甚至乳腺疼痛。天宗穴这个部位是乳房在后背的反射区，按揉天宗穴对乳腺痛效果很好。双手握拳对敲后溪穴，后溪穴是肩颈腰痛的官友的符穴，治疗耳聋、耳鸣也有不错，不管任何出汗症都可以找它。艾灸后溪穴加阴细穴对各种汗症有效。7. 膀胱经中的八髎穴、承山穴、昆仑穴。八髎穴淤堵主要有2种情况，久坐或者寒湿顺着膀胱经上行到八髎穴，寒湿在八髎穴淤堵久了，一定会影响子宫。膀胱经的寒气容易淤积在承山穴，小腿寒冷有痛经的官友一定要多艾灸承山穴。昆仑穴对高血压、老花眼都有效，对老年官友来说比手上的养老穴还好。身体不好的官友顺着后背的膀胱经按揉会有很多疼痛点的，等气温高的时候在膀胱经刮刮痧，然后艾灸疼痛点。8. 肾经中的大钟穴、水泉穴、照海穴。咽喉肿痛、咳嗽的官友多在此处按揉，艾灸很好，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下这3个功效强大的穴位。肾邪聚腘窝，多拍打膝窝，多按揉，多揉按这3个穴位，可以起到补肾平喘、滋阴安神、润肠通便的作用。9. 心包经中的天泉穴、细门穴。如果心脏不舒服，可以顺心包经按揉，找到疼痛点，然后在这里按揉、刮痧、拔罐、艾灸。心肺邪聚肘窝，多拍打肘窝，可以起到疏通心经、心包经、肺经的作用。10. 三焦经中的四渎穴、消络穴、角孙穴。三焦经是身体的一个大容器，把5脏6腑都装在里面，也是人体的一个出气筒。三焦经主一身之气，百病从气生。如果三焦经堵了，身体的各种问题就会出来。如果身体的邪气从三焦经排走以后，身体就不会生病。揉按这3个穴位有清泻三焦、舒筋活络的功效。11. 胆经中的肩井穴、风市穴。黄帝内经中说道，凡11脏取决于胆也，胆具有主生发、通阴阳的特殊作用，因此保持胆经的通畅尤为重要。我们经常说的敲胆经，就是在早上敲打大腿外侧段，每次左右各10分钟。肩井穴是一个很容易受风寒侵袭的穴位，肩井穴淤堵，首先会出现肩颈痛，还会影响胸肺活跃性。平时多敲打、按揉、艾灸，可以起到祛风化湿、强健腰膝的作用。12. 肝经中的阴包穴、太冲穴、期门穴。肝邪聚腋窝，因此要疏肝理气，多拍打腋窝。右手拍打左腋的时候，左手向后弯曲，放在后脑勺部，这样左腋就完全暴露在外，方便拍打按摩。容易生气的官友一定在期门、阴包、太冲穴处找到疼痛点，一定要想办法让疼痛点消散。晚上睡觉之前敲打大腿内侧段左右各10分钟，
也是疏肝理气的好办法。重点敲打阴包穴。13. 任脉中的中脘穴、膻中穴。膻中穴是任脉和肺经、心经、肾经、脾经的交汇穴，也是心包的募穴。全身气会膻中穴，这里相当于一个城市的交通枢纽，很容易堵。疏通膻中穴的方法，可将双手合十于胸前，用手掌于际穴部位撞击膻中穴，速度略快，这样做强心消气的作用非常好。疏通中脘穴就推腹吧，早晚各一次，每次20分钟。这里有淤堵的官友，推的时候肚子会咕咕叫，还会打嗝放屁。推腹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强健脾胃，疏通中焦淤堵。14. 督脉中的长强穴、大椎穴。长强穴是一个生阳大穴，因为久坐容易淤堵，影响阳气生发。敲打长强穴，采用侧躺，略抬上面的腿，用拳头轻轻敲打，顺带着八髎穴一起打了。有淤堵的官友，敲打时这里会发痒。大椎穴容易受风寒侵袭而淤堵，而影响心脑、肩颈问题，因此多做保健灸，每周3次，每次20分钟。祝老先生把老祖宗的养生学用到极致，百病全消。这套14经脉练法人人可学，如果14亿中国人都用上了，每年节省的医药费何止1000亿元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官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